你明明是年龄最小的师弟，却是全宗门最靠谱的人。大师兄为情所困，爱而不得，郁郁寡欢；二师兄身负血海深仇，心境偏激，走火入魔；三师姐与邪道中人纠缠不清，险些酿成滔天大祸。甚至你的师父为了心中的执念，也叛离宗门。唯有你潜心修道，一身赤诚，匡扶正义。邪修怎么了？邪修就该被灭。你们蜀山自诩正道，那为什么就不能试着拯救我呢？佛曰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连佛都愿意给我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你神情冷漠，只顾前行。山峰中流淌着三光神水，将此河投入其中，便能彻底杀死河中的吞天魔君。这也是你来此的目的。难道你就不想知道，当初你大师兄前来此地，行至中途，却又为何将我带回了蜀山，而不是将我投入三光神水中？你继续沉默，一步步走去，脚步飞快。好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因为当初我与祖师乃是结拜兄弟，立下大道誓言，同生共死。我若是死了，你进来的祖师也会死。他可是从小将你养大，视若己出，你难道忍心杀死你的祖师吗？我蜀山弟子以降魔卫道为己任，吞天魔君，你残害无数生灵，能活至今日，有一半原因是咎由自取，一半原因是我蜀山掌门的纵容。如今就算是死了，也是死得其所，弥补了之前的罪孽。这怎么跟前面的其他蜀山弟子说的话不太一样？没有七情六欲，人还是人嘛！我就不信你小子一点邪念都没有，就连蜀山大师兄修为那般强横，都被我激发了邪念。吞天魔君该死，杀了吞天魔君，吞天魔君该千刀万剐，这么死了便宜他了，千刀万剐，千刀万剐。好大的邪念啊！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经此一闹，你跑得更快。弟子李玄霄欠掌门赴死。你难道就不问问你掌门愿不愿意死？我太了解他了，他还有很多遗憾，他还想成仙，他还有个初恋。别废话了，进水里吧你。我还有。之前前去的几部弟子最终都以失败告终，甚至是蜀山得意的大弟子也在最后关头被激发了邪念。玄霄这小子在蜀山长大，也是我带他进门的，除了跟他师父亲近，便是跟我这个祖师了。算日子，李玄霄应该已经到了三光神水的所在了。玄霄年纪轻轻，恐怕担不了此大任。是啊，更不用说玄霄与掌门情深，如果不是当初掌门带他回山，他怕是早就死在路边了。弟子李玄霄欠掌门赴死。掌门，你20年前穿越玄幻世界，被蜀山掌门遇见，随后拜入蜀山门下，却不想掌门最好的兄弟因修炼遁入魔道，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。数日之后，你回到了蜀山，天空有白鹤飞出，每次白鹤飞出，便是有蜀山弟子生死道消。传言白鹤能将蜀山弟子的魂魄接引回来。来到主峰后，你看到了正在等你的师父灵虚道长和其余4位师叔。你做得很好，和你预想中的不一样，师父以及几位师叔待自己还如往常一样，甚至眼中多了几分的赞许。去看看掌门吧，毕竟当初是他捡到的你，如今你送了他最后一程，这也算是命数。来到主峰大殿，掌门安坐在椅子上，闭着双目，仿佛就是睡着了一般。你还依稀记得你刚穿越那几年，没有系统，没有外挂，没有气运之子，没有家族的庇佑，父母也只是普通的平民。巧逢遇到了大灾之年，就连能够饱腹的食物都是奢望。在你即将撑不过这个冬天时，你遇见了这个不太正经的掌门，他说服了你父母，将你带到了蜀山。记着，我蜀山弟子以出魔卫道为己任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即便是面对那关外大妖，也绝不退缩半步，纵横荡魔险，一剑斩群妖。好小子，没想到三才剑法你终于领悟了。掌门做得很好，没给我丢人。蜀山弟子李玄霄恭送掌门。想不到他最后想见的人是你。我没做到的事情你做到了，你比我强。大师兄是亘古奇才，就连吞天魔君都亲口承认，有时候耀眼的让你怀疑，其实对方才是穿越过来的气运之子，而自己只不过是个配角罢了。大师兄刚才你没事，他想最后见谁是他的事情，虽然他是我亲爹，可我总喜欢不上来他。薛云说着将一个玉盒扔给你。老家伙原本是留给我的，我不配，给你了。
亲爹刚走，心爱的女子也要嫁人了。都说强者可以改变一切，我很强，可我却救不了老爹，也挽回不了心爱女子的心意。玄霄，你说我是不是很失败啊？如果是你，你要怎么夺回你心爱的女子？我会专心致志的修行，然后努力正道成仙。没错，我要把她夺回来。什么？杀！我是说的在。没错，没错，太对了，谢谢你玄霄，我不能没有她。说完，便消失在了李玄霄的视线之中。大师兄，不是，你爹刚走，你又跑哪里去？大师兄将师傅的遗物留给你后，便御剑离开了蜀山。你担心大师兄被责罚，立刻前去劝阻。大师兄，你冷静。我已经失去了父亲，不能再失去他了。那句话说的真对，人只有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。师兄，你难道忘记了你当初修道之时的初心了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我爱他。看样子师兄已经完全听不进我说什么了。若是失去他，得到天下又何妨？算了，大师兄想走我也拦不住，还是先回宗门吧。突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，你下意识就将其伸手接住。不远处还有几名修士正在大战。这剧情怕不是被人追杀，怎么觉得好烂大街，好老套的套路。不知女人身份是正是邪，就恐怕会惹上不必要的麻烦。不救却又不符合自己蜀山弟子的理念。救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赵露缓缓睁开眼睛，她有些迷茫地看着四周。你醒了。一个纸人。男女授受不亲，便只好出此下策。我不便现身，你且在这里安心休息便是。我已经给你服下了驱毒丸，袭击你的邪修，你可知是何人？我也不知是何人，我走在半路上，他们就突然袭击了我。突然袭击？刚才给对方包扎之时，对方的里里外外的穿着便不似常人，大概率是王公贵胄的子女。你看看，是不是这三人？赵露顺着纸人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这时候他才注意到山洞中有3具尸首。我的修为已经是年轻1倍的翘楚，如今这3人竟都被对方所杀，实力恐怕深不可测。多谢少侠，就是他们。那便好，既然歹人已除，姑娘安心养伤便是。在下告辞了。等等，少侠出手相救，大恩大德无以为报，不以身相见便罢了，怎么连个姓名门派都不愿意留下？本宫在下日后如何报答少侠？不必，斩妖除魔分内之事罢了，姑娘无需放在心上。纸人则在赵露面前自燃，很快就化作了残渣，随风而逝，不留一丝痕迹。我长得很丑吗？见我一面都不愿意，我倒是要看看你长什么样子。他连忙将胸前挂着的一颗紫水晶取了下来，这紫水晶实在是精美，根本不会去联想到是一个流影石。激发之后，以帅气的脸庞出现在画面之中。就是他救的我，只是他救了我，为什么连个姓名都不愿意留下？回到蜀山后，你发现的师傅成为了新的掌门，毕竟现在整个蜀山就他资历最高，旁人也都没有异议。你将大师兄的事情一字不落的禀报给师傅灵虚道长。也是一个为爱的可怜人啊，随他去吧。随他去吗？可是前任掌门他人生无常，其实有时候想一想，何必活得这么累？如果当初我没有放手，或许我们会在一起。师父，你道心不太坚固。告别了师傅，你回到了山峰。蜀山最具有天资，也是年轻一代魁首的大师兄，如今深陷爱情当中。师父接任掌门，道心似乎也不太坚固。虽然我是穿越来的，可是我却没有金手指。弱肉强食，情情爱爱都是虚妄，唯有变强才能活下去。得到蜀山掌门已经先去的消息，各个宗派前来蜀山派吊唁，就连大夏皇室的长孙皇后亲自带着公主前来蜀山，一来是吊唁逝去的掌门，二来也是拜托蜀山调教自家这部争气的女儿，而你刚好负责迎接大夏皇室的人。见过皇后。道长有礼了。掌门师尊已经在正殿等候，请皇后娘娘随贫道前往。母后就是她。轿帘掀开，只见之前被救的少女赫然出现在其中。你没想到赵露居然知道你的样子，但对于救了大夏公主这件事情，你并不想搞得人尽皆知，更不想跟皇家扯上关系。原来就是你救了我家露儿。皇后应该是误会了，在下并未见过公主。当真？你话还没说完，赵露就激活了流影石。那玩意儿是流影石？谁家流影石整那么花里胡哨的？皇后见谅，我家玄霄就是这般淡泊名利。哪里的话，是我该好好谢谢他。要是没有他，我这宝贝女儿恐怕就要跟我阴阳相隔了。她可是我家女儿的救命恩人。就在你师父和皇后寒暄之际，你发现赵露正在偷偷地看着你。自己不会因为这件事被公主给看上了吧？几日后，掌门的葬礼结束。这几日你故意避开了和赵露接触，就在你松了一口气之时，四师姐御剑而来，
告诉你，掌门师尊已经答应了皇后，收公主赵露为徒。没过多久，灵虚就将赵露带回了山门。玄霄啊，以后她便是你的小师妹了，你也不再是本尊年纪辈分最小的弟子了。记着日后要好好照顾你这小师妹。弟子谨遵师命。你带师妹熟悉一下蜀山，为师还有事情要忙，我就先走了。灵虚说完便遁走了。赵露有些羞涩地看着眼前这个少年，他跟自己在皇宫里认识的所有人都不一样。见过师兄。既然入了蜀山，那便有几件事情需要叮嘱你。修行不只是修的法力，而是修的自身，这便是我蜀山的无情道。可惜无情道从不缺学生，缺毕业生。无情道是断情断爱吗？无情听起来好冷酷。大爱无情不单于小情小爱，而是惠泽所有生灵。大爱苍生是众生平等的友情，而不是你理解的断情断爱。师妹明白了。行，走吧，我带你熟悉一下蜀山的环境。说完，你就将你的飞剑放下。看着只有3指长的飞剑，赵露满脸羞红。上飞剑吗？这把剑好小哦，我站上去是不是太近了？站在上面肯定免不了要近距离接触。赵露小心翼翼地踩上长剑，你手捏剑鞘，下一刻3指长剑变得能有10几米长。你站在剑首，赵露则站在剑尾。蜀山有7峰，分别是银剑峰、小琼峰、通天峰、龙首峰、落霞峰、大珠峰、小珠峰，其中通天峰为主峰。师兄，你说什么我听不太清，太远了。赵露正想要上前一步，你立刻施展传音术，将之前的信息全部告知于他。修行切记不可感情用事，既然决心踏上这条路，就要做好准备。仙人动情，人间不宁。我明白了。此刻，请闭上眼睛，在脑海中勾勒出这样一幅画面：一位身姿挺拔、面容俊朗的男子。这位英俊帅气的男子，曾在危机关头挺身而出，拯救了你。你的话语顿时就让赵露联想到了你，还没等他胡思乱想，你话锋又一转。你们的命运之线开始交织缠绕，可有一天，你发现他是魔教中人，他是正道的敌人。死在他手上的无辜百姓与正派人士的尸体能堆成数座大山，请问你该怎么办？我应该……没关系，说出你的真实想法。我应该杀了他。没错，这才是师兄想要的正确答案。错。那我应该放过他，跟他恩断义绝，以后在战场上杀死他。还是错。正确答案是跟他说要带他回去见家长，准备嫁妆。凭你的实力是杀不了他的，只有把他骗到宗门内，群起而击之，才是最为稳妥正确的处理办法。永远不要被感情蒙蔽了双眼，不要天真的以为魔头会永远只爱你一个人，更加不要助纣为虐。什么？我明白了，师兄。话接上集，在你师父将赵露收为徒弟后，他便住在了你所在的山峰上。时间很快就过去了2年。四师姐，我不知道与你有何冤仇，你竟然对我下这般毒手。哭哭啼啼的美艳少女，名唤江落水，是苏婉5年前历练时就下的，随后也拜入了蜀山门下，又同时和苏婉喜欢上了蜀山的慕容师兄。苏婉，落水身上的伤口正是你佩剑独特的印记，你作何解释？所有围观的都看向苏婉，而苏婉则看向师兄慕容墨，他期望对方能开口说话，但慕容墨却并没有任何表示。苏婉的心一下沉到了谷底。弟子百口莫辩。苏婉，你可知江落水在突破的关键时刻，被你这一剑险些要了性命，戕害同门，可是要逐出师门的。我这里还有你与邪教勾结的证据，你又作何解释？弟子不想解释，甘愿受罚。此话一出，周围的议论声更大，满是不可思议。这怎么可能？此时皆与邪教勾结。平日里苏婉就对江师妹嫉妒，倒也容易理解。一时走了极端，说不定还真有可能。毕竟他都承认了。一时之间，流言四起，众说纷纭。面对大家的质疑，苏婉只是冷笑一声：“苏婉，你触犯门规，一律废除修为，逐出师门。”执法长老话落下的一瞬间，苏婉注意到了江落水的眼神带着一丝得意。当年江落水可是他与慕容师兄一起带回的山门，救下了他的性命。苏婉将最好的修行资源给他，教导他修行，甚至在他受重伤的时候不惜下山为他寻得救命之药，因此身负重伤。如今江落水却恩将仇报，甚至是挑拨了苏婉与慕容师兄的关系。最让苏婉感到绝望的是慕容师兄对他的态度。哪怕是全天下的人都不相信自己，可唯独你不能不信我。就在这时，有一个声音响起：“且慢，我有话要说。”在一炷香之前，你正在检查师兄给你留下的宝物。赵露匆忙找到了你，并告诉了你四师姐的事情。
这剧情怕不是前世我看的女频文。按照故事剧情走向，接下来就应该是小师妹诬陷师姐，被废除修为，遭受酷刑，还是心爱的男子慕容师兄之刑。再然后，师姐绝境重生，逆转自己的命运，然后回来复仇。江师妹，你被袭击的时候，可亲眼看见了是苏师姐所为？没错，我亲眼所见，我身上的伤口也可证明。你是什么时候遭遇的袭击？今日寅时。今日寅时，四师姐在洞府中修行，并未离开。看着突然半路跳出来的李玄霄，江洛水眼神不善，立马示意身后的跟班。你一面之词就能证明他在洞府中从未离开，何况苏婉自己都承认了。苏师姐，抱歉了。说完，你举起一块双生流影石。我从5年前就开始监视苏师姐洞府中一举一动，她的行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我能证明苏师姐在寅时并没有离开。监视5年前开始，那不是蜀山又出现一个败类。四师姐苏婉也很快意识到了不对劲，俏脸一下子红了，微微恼怒地看着李玄霄。赵露则是失望地看着李玄霄。师兄被别人抢走了，不过还好师兄对女人感兴趣，那为什么不能是我？诸位请看，这是四师姐近日的所有情况。不过画面却是苏婉正准备沐浴更衣，一面不改色心，直接伸手跳过了这幅香艳的画面。一些男弟子不爽地看着你。画面中显示时间寅时，苏婉正在洞府中闭目修行，一直到辰时都未离开过洞府半步。这可是我亲眼所见，而且我身上这伤口是怎么一回事？苏婉仍旧没有辩解，只是失望地望着江洛水。3棍子打不出一个屁，你纯窝囊废，说句话能怎么的？好，那我请问四师姐为什么要偷袭你？换一句话说，她为什么会正大光明地偷袭你？甚至连伪装都不愿意伪装，用的还是自己佩剑，这样做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吗？原本看戏的其余弟子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觉得李玄霄的话很有道理。所以综上所述，袭击你的人不会是四师姐，或许是有人暗中想要陷害四师姐。这件事情还需要宗门详细调查，明显是有人做局。执法长老点了点头，并安慰道：好，竟然有人想要暗中挑拨我门内弟子，此事绝对不能不了了之。苏婉今日让你受了不少委屈，江洛水你放心，宗门一定会将袭击你的真凶找到。看样子是你误会了你四师姐。江洛水咬唇，心中恨极了这个半路出来的人。按照计划，苏婉现在就已经被踢出了根骨，逐出师门，自己顺利上位，并且赢得慕容师兄的芳心。不过江洛水却是个十足的演技派，哪怕是心中再恨，还是挤出笑脸对苏婉说道：四师姐，是洛水误会你了，你不要怨洛水，实在是背后之人太过狡猾了。好在有玄霄师兄为师姐作证。苏婉冷冷地看了一眼江洛水，转身便走。我就想安静修个仙，你们能不能不要搞出这种幺蛾子？这剧情分明是照着女频文发展的。看着众人全部散去，执法长老话锋一转：至于你李玄霄偷窥门内师姐，甚至在对方洞府中安装双生流影石，你该当何罪？没办法，只能苦一苦我了。5年前我就发现江洛水就已经有了各种骚操作，后续发展肯定是苏婉黑花反手灭了蜀山。我又没系统，总不能等死吧？最终因为最后关头你勇敢站出来的缘故，功过相抵，你只得到了禁足半年的处罚。这个处罚正合你的心意，可以安心修炼半年。就在你回屋开门的一瞬间，一把锋利的长剑抵住了你的脖子上。如果你能面对江洛水的时候也这般硬气就好了。这能一样吗？说你为什么要在我洞府中放置双生流影石？苏婉觉得平日里与你之间的关系还算不错，而你在他的洞府安装了流影石，顿时让他误以为你对他有其他意思。这个理由难道不简单吗？我当然是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。从师姐将江洛水带回师门，我就警告过师姐不要随便带人回到宗门，所以以防万一才出此下策。你骗鬼呢？苏婉冷声道：要是换做了平常，知道了有人在他洞府安装了流影石，苏婉早就将对方一剑杀了。可是你又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，为他作证，这也是苏婉矛盾的原因。我可以起誓，大道是言，在这之前我从未窥探过哪怕一次苏婉师姐在洞府中的画面。我做这一切只是为了防止江洛水陷害师姐。苏婉见你说的言之凿凿，甚至不惜用大道誓言，心中也不由得信了几分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们是同门，互相帮助，帮你就是帮蜀山，也是帮我自己。只是如此，
还有，我得提醒师姐你一句，以后遇见了这种事情，不要只是一味的冷脸看着别人。不是所有人都会通过你无声的解释相信你，你要通过辩解，哪怕有一丝的机会也要解释清楚，否则今天的事情还会再次发生。听完后，苏婉放下了剑，离开迎剑锋的路上，苏婉心乱如麻。李玄霄会不会喜欢我？是啊，如果不是喜欢自己，他为什么要为自己做这些？在5年前就已经开始谋划了，不对，甚至是更早。在自己将江洛水带回宗门的时候，好一个痴情的儿郎，哪怕是明知道自己与慕容师兄关系匪浅，他也要在背后默默地守护我。他这么努力修行，恐怕也是为了保护我吧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飘飘而来的身影挡在了苏婉的身前。师妹，你不会去找李玄霄师弟了吧？你没有对他做什么吧？没有，他保护了我，我只去谢谢他而已。没有想到在关键时刻替我说话的是他。师妹，你在怪我，当时没有为你说话，你怎么能有这么幼稚的想法呢？我很不高兴。苏婉深吸一口气，想起临走时你对他说过的话，他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男人，跟你一对比，二者对待他简直天差地别。一个为了他处心积虑的谋划，就为护住他的安全；一个却在他被诬陷的时候一言不发，高下立判。师兄，我对你真的很失望，